你好，这是静姐说话。今儿我们来说兜兰，内容大致会包括汇总一下兜兰的养护，包括理论上的和我实际的体会，其中会包括一个给兜兰浇水非常实用省心的小方法。首先一点，兜兰不能完全按照附生兰来养，它是属于地生或者是半附生，就不是像蝴蝶兰呀、卡特兰那种完全的附生，根可以裸露在外面那种。但说它是地生植物吧，它又不是那种扎扎实实扎到土里的那种，它是在地上有很多枯枝烂叶的那一浅层里面。所以栽种兜兰植料呢，可以使用树皮混料，如果能混上一些沙土，效果更好。我就是从院子里挖一点普通的沙土混到里面。给兜兰浇水呢，不需要完全干透，只需要摸一下盆面的质料，感觉是干了就可以浇水。这样一来，给它浇水需要比较频繁，因为盆面的质料变干非常容易，要不了几天就干了。虽然它的根喜欢湿，但它喜欢微湿，盆底直接泡在水里的那种湿，它也不喜欢。针对这个特点呢，我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让栽种兜兰的花盆和下面的套盆之间呢有特别大的距离，这样套盆里就可以存比较多的水，浇很多次水，下面才可能接满。我说的这个接满是套盆里的水呢要泡到上面的盆的盆底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搬走，把下面的水倒掉，然后又可以重新开始。2次倒水之间的间隔挺长的，因为每次浇水也不需要浇很多，上面浇进去，下面能流出来就行了。这样有外头这个套盆接水呢，浇水就变得比较方便了。这上下2个盆之间的距离，依靠的是我在里面加了个杯子，或者是剪开的瓶子也行。我当时就是随手放的，有的有孔，有的没孔。有孔的呢，外套盆里的水就像这样，缓缓的在这里面升高；而没有孔的，就像这样，在里面接了一杯水，这杯水的水位最高能够到达盆底，再多了就会溢出了。无意中的这随手一放，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如果正值生长旺季，就保持这样，水面贴着盆底，也不算是积水，是挺不错的一种保湿的方式。因为生长旺季嘛，用水多，蒸发也快，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感觉不错。但如果是冬季，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过些天温度再降低一下，我准备把下面这个杯子倒过来，口朝下，就不会接水了。外面这个套盆使用透明盆或者是不透明盆都可以，但透明盆更方便观察水位。这就是在日常养护当中关于浇水我想到的一个让我自己比较省心的小方法。兜兰对光的需求是柔和的散射光，如果以蝴蝶兰作为参照，可以比蝴蝶兰光再弱一点点，或大致跟蝴蝶兰的差不多，好像也行。所以如果在家里跟蝴蝶兰混养，可以考虑把它放在架子下方一点的位置。适合兜兰生长的温度也大致可以参考蝴蝶兰。不过由于兜兰分布比较广，所以对温度啊、光啊等等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具体的要求呢，还要看具体的品种。如果搞不清品种，可以先按照蝴蝶兰的环境来养，然后再根据情况调整。这个情况就是指植株的生长情况。在一般的家养环境下，可以经常给兜兰的叶子喷水，它喜欢比较湿润的环境。对湿度的要求大概50到70吧，这也跟蝴蝶兰比较接近。兜兰大概2年左右换一次盆就可以，一般是在春季比较好。
如果蜘蛛已经长得比较大，换盆的时候呢，可以做分株。分株是我们在家里能够做的繁殖方式。养兜兰呢，可以直接使用缓释肥，这样养起来就比较省心了，平时只需要浇水就好了。但是也可以用液体肥或者缓释肥加液体肥，同时都用。我是在兜兰的盆里一年四季都放了缓释肥，但不是很多，所以在生长旺季我会再加一点液体肥。给液体肥不需要很频繁，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给一回就行。冬季温度过低或者夏季温度过于高，比方说高于30度，最好停肥，这个时候不要给液体肥，但我的那个缓释肥还会在里面。开着花的时候呢，也可以不用停肥，但通常开着花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给它液体肥了，只是那个缓释肥依旧会在盆里。我对兜兰的感觉是还算比较好养，比较容易会出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烂根。这各种原因呢，大致会包括病虫害、积水、通风不好、给肥不合适等等。如果出现了烂根，最好是找到原因对症下药，不然接下来还会再次发生。但如果实在是搞不清楚呢，也可以这么做，把兰株取出来，修剪掉烂根，喷点杀菌药，然后把盆里的植料全部换成新的。接下来精心养护，一般能恢复。我发现兜兰的恢复能力还挺强的。兜兰不太喜欢大幅度的频繁的变换环境，尤其是带花苞的，不要总是搬来搬去换来换去的。如果是新买回家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定要换盆，就尽量不要换盆，至少在那个盆里养1年以后吧再换，让蜘蛛适应一下你给它的新环境。如果兜兰的叶子黄了，比较可能也比较常见的问题，有可能是光过于强了，或者是缺水了，或者肥给多了，也有可能是太久没换盆，比方说3、4年、5、6年没换过盆了，盆里的环境非常糟糕了。一般来说，兜兰不难开花，正常养基本上都能开花。如果不开花，有可能是蜘蛛太弱了，或者是氮肥过于多，磷肥不太够了，也有可能光不太够。虽然前面说兜兰对光的需求相对来说不算高，但是也不能过于低，太低了也会影响开花。再还有一个原因，要是兜兰的花期，有一些品种的兜兰的花期比较固定，一定要到那个时间才可以，不是那个季节它也不开花。关于兜兰我们今天说到这儿，让我们下期再见。